吴教授，听你刚才的演讲啊，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开窍。因为在佛经里面讲到啊，就是说念力，它念实际上不是念，而是它形成很大的力量。然后呢，在过程中，你刚才讲到量子，实际上它是能量的分布，这在佛经上是这样讲。所以我一直不理解说，我以前的学习也是量子就是一粒一粒嘛，然后呢进去就有接粒子啊、重力、氢子啊等等这种。那现在我是在想说，像您对易经的了解，实际上易经是从我们怎么样从物理界的变化去观测啊整个人生的道理。那像佛经呢，就是说从一个人的心智里面去追求这个人生的道理。那像佛家经常在讲缘起性空的空性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自信起来的作用。我这样讲不晓得能不能，就是说，实际上易经里面，当你的念头有向心力，就必然有离心力。所以呢，我是想请教你，就是说，在整个宇宙您对天文的观测里面，你能不能看到，就是说，整个宇宙的自信起来的那种空性力量的，就像我们粒子的自旋力跟负旋力，它所互相交互作用的那种现象。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比较能够去证明说，佛经在讲的，实际上它那种缘起的力量是对的。就是既然有缘起，那必然就会有空性。那实际上这种力量是自然而然的形成，而不是说，要有一个固定的去指它。所以我们在禅坐的时候，不是说有人要说，修到止，其实止也是一种境界嘛。如果能够突破这种止跟观的作用，那实际上就能够了解空性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形成。我这样描述，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真的很高兴你愿意把这段拿出来分享，因为像我每年也是会跟这个佛学学会，在他们年会里面，我会去跟他们分享现代宇宙学跟佛学中间的所谓的交融。那常常底下听众里面都是国内几个知名佛学大学的校长。那听完之后，我经常会跟他们讨论相关的事，包括下礼拜我要跟这个台湾的藏传佛教他们的一个算是上课修道的一个场子，要去跟他们做分享。简单来讲，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佛学是属于哲学的范畴，它早就已经超越科学的地位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现在以过度西化为主流的这种西方科学来验证我们的佛学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基本上佛学里面最后有一个境界叫做究竟涅槃，一旦究竟涅槃，世间法就不管用了。我手放开，这个遥控器不一定要掉下来，因为我已经究竟涅槃了，它不需要遵循这些红绳俗世的世间法，所以它是超脱物理境界，物理学家所能够研究的这种境界。所以那种境界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科技没有办法直接去直接探索。但是科技探索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佛学里面所讲的一些基本精神，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最常喜欢讲就是说佛观一杯水84000虫，哇，佛那时候就知道里面有细菌啊，对不对？以前的人就是水就是透明的、啊，脏水就是脏的嘛，佛知道里面有细菌啊。我们讲84000佛土，但不同的宗派的这个佛学，它所引用的佛经这个经句其实不太一样，这个都是在于其次啊。我是觉得有些人研究佛学到最后有点这个太过执着，他太过笃信自己的宗派，而失去那种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这个海纳百川的这种胸襟，去不断的接触。我想今天在座各位会愿意来，就是因为大家有这个胸襟，愿意去听听不一样领域的人不同的声音，然后自己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自己做判断。但是有些人学宗教、学科学，不只是学宗教的人有门户之见，学科学的人也有门户之见。我相信今天很多物理学家不愿意来到这个场子跟大家做任何的分享，象牙塔人部分的人是非常非常偏执，我不要说偏啊，是非常执着。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对任何事情，除非你真的懂它，否则你不要随便去批判人家。除非你真的可以找得到证据说它是不对的，那否则你不要先入为主的选择，说我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理论，因为你的喜欢跟不喜欢是doesn't matter，因为那是你个人的想法，没
没有任何基础的想法，是一个海市蜃楼，没有从地下室开始盖起来的大楼，随时会消失掉。两个问题哈，那个 curvature 那个 curve 的哈，广义相对论，不同的说，当这个东西在转的时候哈，中心点这个在转的时候，它到底会不会像麦芽糖一样？我们讲 frame dragging， 到底会不会像麦芽糖？您谈的这个是会，但是就是说跟他讲的不一样，他是在 geometry 里面就给他 curve。那不行。那不行。我们现在说地球自转，地球自转，你现在去做理论计算，发现旁边的重力场是有 curve， 这现实中里面是有。那我们去做假设，也有，但是那个不是在 geometry 里面加 curve 发生，我们是在线性里面，也就是说，在相对论架构之下，你确实是可以让东西 speed。那我再问一个哈，就是当这个东西很小的时候哈，非常小，你们在广义相对论，你可以根据它动量质量的分布嘛，去算那个 curvature。对。假如它不对称的话，那东西是不对称，很难，这个问题就很难。那它会不会产生 curve？ 不对称。不对称也很容易可以产生 curve， 但是就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很接近它的时候，就是很接近它的点，有机会。你这不对称其实应该这样讲，不对称就有很高的机会可以产生 curve。那你没有charge对称的时候，它大概就是不会有 curve。静态的话，那一旦开始有动态，或是它不对称，或者有 charge， 那它就很容易可以产生 curve。但是这个都还不足以推翻或是去修改爱因斯坦方程式，因为它会产生 curve 这件事情是在爱因斯坦的架构底下就可以产生了。对呀，你不需要去修改它。你修了之后反而错掉，哪里错掉？能量不守恒。你各种路径的讨论就不对。那卡特加的到底是什么？是 curve 啊，卡特就是爱因斯坦卡特。那个老板这个，对他们那时候对这个的看法是怎么样？对，那就是他们那时候讨论的就是 Hawking 对他的看法是。对，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嘛。你如果说这是史瓦西当初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1915年提出来的，史瓦西1916年找到这个方程式的解，他找到是一个最简单的解，就是没有 charge， 没有静态，而且是对称的时候的解。就很可惜那时候在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瓦西后来就1916年就死掉了。对，那他死掉之前都还没有机会去解释他的这个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包括后来几个名人去解释他的解到 ，Eddington 刚开始也是做了一些计算，就解释都不对，所以就我讲这段例子就是说，要回答你的问题很难啊，就是说同样一个数学形式物理的理论最好都有一个数学形式，我才能够做量化的未来预测。可是当我理论学家算出有数学形式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抓我这数学形式到底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未来。我要给它赋予它正确的物理精神，这是理论物理最难的。当你已经算出一个数学形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自然界去把它落实这个数学形式？那唯一的手段就是经验法则，也就是你去做实验法，让你的实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回到你刚才问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基本上你有好几种方法。为什么说包括霍金还有其他有做黑洞或是做这个广义相对论？他们可以打赌，然后争辩可以争辩个10年，旁边人就完全插不上嘴，不敢讲话，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理由，那是最难的部分。你数学形式你实际上可以存在，但是你要怎么样赋予它物理的意义在里面？这个 bridging 其实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对，那就是看大家智慧了。那其实说回来又有点像易经，易经只有一部，可是你问不同的人，他阐述的方法不一样，用的方法也不一样。物理就只有一套，大自然就只有一个大自然。物理学家这么多，可是大家不见得有共识。吴教授，很感谢，这边收获很大的。那你刚刚定义说好理论的一个准则有2个，好，一个是合理解释，好，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用。那可以用这个有2个面向，一个如果我们现在目前普遍的社会化这样的一个准则，它是架基在一个唯物哲学的这个基础上。那唯物哲学这个基础，它可以用，比如说亚特兰蒂斯，它高科技化了，那最后还是毁灭掉，还有毁灭掉。所以可以用，是不是要稍微detail 一下？假设说避免毁灭吗？不一定要避免毁灭啊。那我假设说，我们的哲学论述是先入一体，是先入一体，那就刚刚跟那个我写这个有关系的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那这个理论呢，它是一个。这个理论就是宇宙法则嘛，所以它必须要解释自然，好，
甚至跟自然科学它是一体的。好，那它也可以解释社会，解释社会人文社会。好，那这两个必须要能够加入解释。所以这两个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是不是我必须要同时人力归纳？对，这是为什么？好，你先讲。OK， 好，那这个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再看到呢，宇宙啊，古埃及的宗教哲学里面谈哦，宇宙的目的是在建立文明的社区。好，这个有本书里面谈啊，宇宙的目的在建立文明的社区。好，那第二个呢，理性科学上讲，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显然我们这也是一个设计的。好，所以大设计，然后才进化，设计创造性进化。OK， 好，所以它设计，它是设计论。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哈，假设我们讲易经好了，易经我现在不讲周易啊，讲微常连三力。微常连三力，它假设可以解释自然法则，也可以解释社会科学。现在社会科学是的。啊，三一跟微常易是的，没有知道里面讲什么。好，那我说可以解释的话，那自然科学它可以解释人体，对不对？人体小宇宙。我们现在都讲的都是周易，三易里面我知道，周易。那假设它可以解释人体，哈，人体自然了，哈，那个天文的28星宿了，哈，24节气了，人体小宇宙了，哈。那这个就是自然。好，那社会呢？前分生六子，父母亲带6小孩，它是一个灵性家族，它是一个文创家族，它是一个社会科学。那它是一个系统动态，它不只是这一个家庭，它很多家庭都在一起。那如何来解释这个社会科学？你的问题我都有答案，我等你讲完。OK， 好，有答案。那我就很棒，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就看到一些答案。那所以就是这两个是要交叉体会到，而且在社会上是可以用，因为它才不会现在物化社会。谢谢。有你非常好，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我这20几年还是很执着在易经。易经我们姑且称作东方宇宙学。我到西方国家拿的博士学位，姑且称它是西方宇宙学。东方跟西方最大差别是，东方的宇宙学里面有人的元素在里面。易经探讨为什么3横杠，上面是天，底下是地，中间是人，各分阴阳，所以2乘2有8种可能不同来源，叫8卦。所以天地这个间，我们说易经最高境界就是我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其实它指的是天人地合一，天地人3才合一。也就是说，它用来研究天地的这些法则，它也可以用在人身上。你去看这八字啊、这些命盘等等里面所推行的法则，就是我们古时候的这些宇宙学家、天文学家用来推论这些天地运行法则，同样的法则，它用在人身上。所以在易经的架构里面，是把生物跟天地时空是融合在一起，牵一发动全身。我今天不可能说我人为所欲为，对天地没有影响。我们现在全球变迁，甚至有暖化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那回过头来，唯物或是过度物化、文明过度发展，到底意义在哪里？身为一个科学家，如果我是一个奈米物理学家，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只要继续做5年的研究，我今天就可以发明一种奈米材料，这种奈米材料多厉害，可以让你电脑多快，可以让你的这个手机多有效，多有效。但是你要问的是，你要这些做什么？换句话说，大家如果闭上眼睛设想，时光倒退1000年，想象你活在1000年前的时代，那时候文明很不进步，生活很不方便，没有喷射机，全民发问卷调查，看看他的痛苦指数会不会比现在还高？你没有文明，你没有便利，你难道就会比较不快乐吗？所以你可以反过来问：你有了文明，有了这些物质上的便利，有了这些物质的演进，物理学家不断的在拿诺贝尔奖，化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一直在拿诺贝尔奖。你的生命越来越久，越不容易死。那你能够活的这100年间，每一年是不是都比以前很短命的30岁的人，每一年都还要来得快乐？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去问这个问题。所以我研究做越多，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没有价值了。我做这些研究，我是在做什么？我即便我的宇宙的应用可以发明时光机，很酷，让好莱坞的剧情成真。
可是这边每人发一台时光机，那惨了，天下是不是大乱？我是做功德吗？还是我是在造业？以佛学角度来讲，搞不好是在造业。所以当科学家真的就是在做好事吗？当科学家是真的就是在做好事吗？我经常自己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答案，但是基本上我持保留态度。这是为什么我愿意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愿意广结善缘。我觉得科学家做到最后，很容易不小心会变成是训练有素的科学狗。你除了会做研究，其他什么都不会，那就失去当人在天地间该扮演的角色的价值，真的很重要。我今天先问一下3个问题啊。那上次我听罗律师讲说，因为我上次在那个哲学研讨会的时候提到这个 ，OK， 因为在8月份有4个 EVP 啊，在 Discovery 放出来。我是自己一直觉得 Hawking 的这个大概是主流的理论了啊。那他讲到最后是 M 型理论啊，统一场论最后是 M 型理论，可能他认为是最后的候选。所以这个请教您的看法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这样，那时空的结构是什么？因为他这里提到的是这个结构。那么在 M 型理论的时空结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空结构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可以传递无限电波？这里面的机制是怎么样 ？magnet 是怎么样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真空到底能不能取能啊？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叫做 direct energy， 就是从太阳能在产出的生物能或者什么啊，那这个都会产生二氧化碳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干净的能源啊？这个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能啊或者风力以外，这个真空这一部分是不是有可能？从现在主流这个科学的角度啊，那这个我刚忘掉一个问题，那这个 M 型理论是跟那个 David Bohm 的这个叫做隐形宇宙，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机场啊，是不是可以解释那个？好，谢谢。这 M 理论就是薄膜理论，基本上它就在显露更 generalized 的一个大的架构、大的伞，把所有的 superstring 把它给罩起来。那基本上他认为宇宙时空的诞生，只要有这个 Lambda 的振动，就可以从无中生有，产生所有万物。所以他认为宇宙的诞生基本上不需要上帝。所以那时候纽约时报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引起宗教团的挞伐。所以他2个礼拜之后他就改口，他说啊，上帝即使存在，应该早就死掉了。因为世间造物是靠 Lambda 造物，不是靠上帝造物。那当然这言语更辛辣，因为他现在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对不对？大家会把这个当做是一个佳话流传，或是当做一个故事来讲。所以呢，他的这个思维跟我自己，就是说我讲过嘛，我自己是越来越看不起自己所做的这些科学的贡献，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身为一个在社会上掌有比别人更多这个小宇宙跟大宇宙资源的人，应该要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会开始去思考这科学层面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易经的天地人人本这种概念拿进来的话，你很难去接受说天地万物是只靠一个 M 理论的众生。就像在座即使有孤儿，你一定是相信自己是爸妈的上帝。那我们宇宙既然有了诞生，我们现在宇宙婴儿时期的照片都已经拍到，2006也给了诺贝尔奖。那很合理的假设就是他有爸爸妈妈生了这个宇宙。所以我自己现在做的理论跟霍金的学派是相反的，我是竞争者。虽然以前曾经在他小学当他学生，我们现在做的是量子回旋中理论。在这理论里面，宇宙是可以有父母亲，所以我们在南极有计划，就希望可以透过这计划，2014之后开始观测，可以看到父母亲反走过所留下的这些痕迹，需要去找宇宙父母亲。这不是好莱坞的电影情节，这个是现实中现在已经慢慢在发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M 理论基本上我个人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循环不息、阴阳交替循环不息的一个总体的架构。但是我讲过，这个架构不是西化的科学家很轻易能够用现在的科学工具来加以探究。但是也不远，慢慢在逼近当中。那你第二个问题是说，在 M 理论的这种理论底下，这大设计的这种理论架构底下。
时空结构是什么？目前发展最完备的时空结构大概是到11维的时空，可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长宽高的3维加时间因为只有4维，另外有7维是现在科学家、实验科学家一直想要去量测，把它量测到。那另外那7维就可以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嘛，比如说人的第6感可以选其中的1维去，选其中的3维去，或者我们这些超自然这些能力，我们可以走其中普通人感受不到的那4维以外的那7维，走那几个它去传递这些交互作用。这个说法到现在科学家很难说它不对，所以这个 M 理论还有个可爱的地方，它允许里面有很多 extra dimension 可以去做那些目前科学家还没找到的 interaction。那 interaction 可能是因为太微弱了，或是我们侦测技术还不够好，常常被我们日常生活中忽略掉。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真空全热就这是跟我前面讲过，真空有 vacuum energy， 但是没有像他讲那么大。真空里面确实是有 energy， 你从理论上下去计算，确实从真空里面是可以拿出 energy。我们在宇宙早期，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你我，之所以日月星辰，很重要就在宇宙学架构底下，西方宇宙学架构底下，在宇宙年龄大概是负40次方秒0.0后面带有40个零，后面再个1的秒的时候，都曾经发生一个所谓的爆炸的这个机制。那爆炸的机制就是借助真空里面的这些能量来产生今天可以产生日月星辰的这些不均匀物质、不均匀分布。所以你要从真空里面，你问说真空里面可不可以拿能量出来？答案是可以的。你只要有能力把正反粒子来加以调控，把反粒子收一边，正粒子收一边，那基本上你是可以从里面去萃取出能量。但是以目前宇宙里面，我们已经量测到这些数据，我们知道我们真空能量在 local 来讲其实并不大，能量非常小。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善用它？毕竟它是免费的资源，所以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办法到达实际应用的阶段。或许我们有生之年或许看得到，它不是完全不可以。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关这个 Kerr Newman 的时候，他那个假设，他认为他那个就是说Kerr Newman 那个假设有问题，是不是对的啊？第二个是有关这个真空里面有个结构，跟后续的旋转。第三个，他跟这个 Rauscher 这个 paper 啊，但是我们只看到1篇2篇而已啊，对，2篇，就是这3个问题。第一个的他所引用的那个 work， 其实跟我们这边所讨论的应该是没有影响，因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广义相对论还是1915年的版本，后续发展那个都是在里面去找解，在里面去探讨它的时空几何性质，需要赋予它物质的精神。所以即使后续你说1915是10年代。从10年代之后，20年代之后出了那些 paper，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的。谁犯了什么错，谁拿不关我的事。我用的版本是1915年的版本。所以回到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那套东西有没有问题？当然，你就做这个应用数学来讲，你可以去挑战它。但是那个对我们做物理的人、研究自然的人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他去挑战那个1915之后的 work， 基本上就是一件我认为不是很聪明的举动，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在1915年之后，爱因斯坦全部都给我们，我们并没有用到后面的东西。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vacuum， 那刚才已经提到过，就是 vacuum energy 其实是爱因斯坦当时提出动机是假设宇宙是静态，所以他假设它是一个常数，没有结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暗能量相关的理论是认为它是有结构，所以 vacuum 简单来讲，它理论上并没有要求它不能有结构，它可以是有结构，它或许不需要是 constant。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跟 Rauscher 的这个做，其实我不太同意他几何很好，因为他从前面他认为那是3度空间唯一存在的完美几何，他这句话就犯了2个错，第一个它不完美，第二个正面题他提的只是5个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从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说他这个人的几何的概念是清楚的，他显然是不知道数学里面还有另外4种可能，而且另外4种可能里面的2种比他提出来的稳定性都还来得更高，他误以为他那个4面体是唯一最稳定的，那是错的。所以
所以后面的它的推论我就比较难去接受它。那另外就是说，陨石我讲陨石的例子，就是要证明它为什么错呢？因为如果它把这些星系的旋转、银河系的这些旋转都归功于它所提出的那个 curve 像的话，那 curve 像会很大，大到陨石进来之后，你马上看到两边是完全不对称。你可以把 curve 像很小很小的陨石看不出来，可是它很小的时候它就不会转了，它就不会没有办法让原本不转的星系去旋转，没有办法。那我就是比较就 challenge 他的地方，就是他在演讲或是他 paper 里面所有提到自然界跟旋转有关的东西，都不需要用他的 curve 就可以用300年前的物理来解释。这个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他今天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例子，您谈的那个例子，就一些比较我们现在正在发展、正在起步、正在探索的那些例子，他如果说可以在那个例子里面找到一个 application 可以用它的这个东西来解释，那就很有意思。它 curve 就不用这么大，它 curve 小一点嘛，小一点放进去做一些小修正。我在宇宙里面我量不出左边右边有什么差，可是不见得它没有啊，量测一定有误差嘛。只是说他拿着 curve 要解释星系的旋转，那 curve 要很大，大到你两边陨石来一定是走不对称。可是您刚才讲，比如说特异或是超自然这种能力的时候，其实里面是可以放一点小小的东西，让小到现在任何的科学仪器可能量不太出来，可是可能年后科学仪器可以量得出来。这个我是可以接受。